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要出场的下2位演员是。一个是新晋新人王，新人王，一个是老王。我跟海宇其实还是有一点冥冥之中的感觉。我们都是成都的演员嘛，我刚入行的时候就听很多前辈什么的就会提到海宇，说他是成都的新人王，就感觉今年终于等到你来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每年上节目都说，哎，今年海宇没来吗？今年海宇就会这样问。我们一起比过几次赛，显然是他赢得多。要不然我应该早就来到这个节目了。有点恨了海宇现在。我没有羊，我咬一下。有点恨了，有点。王不见王是此刻。哦，好有文化。越来越好是明天。哇，干什么呀？我这海哭的声音，宇宙的有趣。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内容交给这个舞台吧，我觉得。第一位要上场的朋友就是咱的老朋友，已经陪大家3年时间了，做过很多事儿，端过盘子，卖过衣服，但唯一没有变的是一直留着短发。掌声有请王悦。哎，大家好，我是王悦。哎，分享一下去年的一些事儿啊，朋友们。我去年应该有朋友知道我得了个小病，这儿做了个小手术，甲状腺癌，但是已经好了，不要紧张啊。所以今天我不是要给你们讲这个病，我主要给你们讲一下投资。因为我几年前给我自己买了一份保险，我这个病它能赔16万。16万什么概念？那是16个 W 啊！可以说是得之我幸。我确诊当天，我在那个诊室里面，我都不敢笑出声来，老子把那个嘴巴都咬烂了，真的。在那个诊室里面，我没有恐惧，只有贪婪。跟医生聊完过后，我才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个医生追在我后面说：“你不要疯啊，医得好啊！”我当时在心里面盘算了一下，我说16万啊，16万，我交完手术费、住院费、杂七杂八这个费那个费，我加上亲朋好友给我的红包，哎，我到手还能剩16万。当时医生就问我说：“他说你要住普通病房还是高端病房？普通病房要等。”我说：“等什么等？我们有钱人时间很宝贵的。”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能在全中国消费最高的城市上海，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办卡。我那天去办住院卡的路上啊，上海的天气都很好，空气也很香甜，我心情好，一路走一路唱，我说：“夕阳照着我的甲状腺，甲状腺，保险赔我16万，16万。”当时医生跟我说：“他说你住5天你就可以出院了。”我说：“5天，根本就不够老子消费的，整个住院部的葡萄糖我都可以本人买单。”医生当时跟我说：“他说高端病房3800一天。”我说：“那咋了？3800又咋了？亲朋好友来看我，那个病房我都可以请他住2天。你别说2天了，我住他2个月又能怎么样嘛？”我一算，22万8。不够。但我确实最感谢的人就是5年前我那个保险代理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在一个末班地铁上碰见他的，那天那个地铁上空空荡荡，他刚好就坐在我的对面，而且我注意到他是因为我们俩看起来都很疲惫，而且同时叹了口气，好有宿命感啊。结果下一秒钟他就开始给我推荐保险。他说他1个月没开单了啊，他就开始劝我。他说你虽然现在一无所有，但你到了30啊，那不一定，那就有病了。而且越重的人越危险，你就应该买一份重疾险。而且像我们这种穷人就应该富贵险中求。他好燃呐，但我一句好话都没听到。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他说的话里面，我听到了一种人生未来的希望。我当时被他那个幽默已经冲昏头脑了，我直接把那个保险买了，一买就交了5年。当天那个地铁可以说是呼啸而过，我到后来才知道，那天我已经站在了风口上了。办完了住院，我就开始准备理赔了。我美滋滋的点开我那个保险 app， 上面显示了4个大字：保单失效。我当时跟你们反应一模一样，我说什么意思啊？失效应该就是有效的意思吧？我那个保单已经变成灰色了，我感觉那个癌细胞扩散到手机里了。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错过了交费时间，保单已经失效半年了。我说失效就是有效的意思吧？他说好笑。我那个保险代理人他也转行去干别的了，根本没人提醒我交费。老子当时在那个高端病房的走廊上，我像那个疯了的可云。我说保单，我的保单。喊过来2个保安，我心想你们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快点把我抬到那个普通病房去。我去查了一下，我去年最后交费的期限刚好就是去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总决赛现场，我就在这个舞台上录制，老子穿个裙子，我心里只有喜单没有保单，我哪里顾得上保险？我连保险裤我都没穿。我朋友后来问我说：“你那天到底干啥去了？怎么能没买呢？”我说：“我搞笑去了。”而且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本不是那个保险，我跟你们说，那个高端病房，它高端就高端在它安静，整个住院期间不允许任何亲朋好友来探视。我保单没赔上就算了，老子红包也没收到。你把人给我拦在外面，我可以理解，你把红包给我塞进来啊，你货币给我流通进来啊，你医生不要我要啊。我手术当天做完的，全麻是第2天醒过来，我真的天都塌了，我那个线上转账也变成灰色了，光是超过24小时自动退还的都有5笔。3800一天的那个高端病房，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节约。我说要不然给我少打2袋葡萄糖吧。我跟你们说真的，我把我带去的所有衣服在那个病房里我都洗完了。本来让我住5天，我第3天就想走了，我衣服都晾干了。那个医生说你脖子这儿这个伤口应该还要再养一养吧。我说我吗？我已经好了。不信你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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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出院过后把我没有交保险的这个事情发了个朋友圈，好多人给我点赞啊。我那个保险代理人没有给我点赞，因为他真的很忙。他后来转行，他去讲脱口秀去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保险代理人叫王悦。在5年前的那辆末班地铁上，他看着对面车窗里的自己，1个月没开单了，马上就要被开除了，感觉人生快完了。他一咬牙，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他肯定没有想到过人生无常，当年那份保险不是他最成功的投资，他最成功的投资是他拿着那笔佣金，去给自己报名了一个脱口秀培训班。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培训资料网上就有。那天地铁到站了，卖保险的那个王悦一直留在了那扇车窗里面，而我下车了，走到了这里，跟大家说，买保险一定要记得连着交。谢谢大家，谢谢王悦，谢谢。谢谢王悦。喜欢王悦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真的是每一份经历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真的是宝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剧本，就是我们平时你要写起承转合，一开始埋到最后翻，最后还上了一个又感动又那啥的一个太完整了，这个真是练。我说你上台就
胸有成竹那个劲儿，手里憋着这么一个反转。啊，那个结尾哈。哎呀，我也很喜欢，真的，哎呦，哎呀。这个结尾真的很感动，让我有点想到庞博之前的那个别说我18岁曾经的我。而且王悦，我作为老观众哦，特别有陪伴感。你从第一季，你自己说自己是大甜甜，然后到第2季纯女的，然后你就慢慢越来越变化，然后包括生了一场病，然后你现在变得越来越从容。作为观众也真心的为你该高兴，然后今天听到你的段子也会觉得，啊，好像你又在打怪兽，然后又成功了的样子。谢谢。确实非常感谢喜丹的舞台，真的。我其实前2天就是6月14号的时候，我突然翻到我其实是4年前的6月14号第一次走上台，然后拿着麦开始讲开放麦。我就感觉如果没有这个节目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大家认识我。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一直都在，谢谢。这一提还真是啊，这3年您的变化确实太大了，而且我觉得就刚才那段表演啊，它特别像什么？像交响乐，就是说你不能在中间鼓掌，任何时候我只要一拍灯，都影响了你当时那个节奏。就说这个命运哈，命运使然，命运捉弄，反正方方面面，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些东西。反正这个宿命感，就是让我就很感动，包括。博哥也说了，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编剧，谢谢哦。就是你的故事太完整了，很佩服。其实这一篇稿子应该算是我3年里面比赛的稿子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篇。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擅长讲故事的演员，但是在比赛的舞台上其实非常残酷，你的故事如果不够打动人或者不够好笑，就非常容易让观众划走。今天这一场是我第一次尝试把一个故事写的比较有结构性，把它塞进一个5到7分钟左右的段子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篇稿子我自己今天演完我也非常的踏实。感谢大家能接住故事型的演员，谢谢大家。很多时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选择讲一段故事，大家会陷入一种评价上的两难，就在于我好像挺喜欢这段故事的，但是不是吸引我的是故事的本身？那我觉得今天至少王悦这段表演告诉我们的是，更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方式。谢谢。哎呦，我本来想说我在台上看到你了。我的保险他穿的白衬衫，他拎个饭盒，在5年前的那妈妈做的饭，穿的白衬衫一点都不合码，然后在地铁上拿着手机对着自己拍过一张照片。因为卖保险必须让他去买一件衬衫，然后他又不知道自己能卖多久的保险，然后就说先买一件试一下吧。我相信你肯定在观众席里面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个很合身的粉色衬衣吧，应该很羡慕。如果现在的我让你心里面还是有点难过的话，你其实可以把我忘了的。爆哭！哦，都安排好的啊！是啊，最好还是那个王悦啊！对呀，超级有实力，大家都认可，就他了啊，就这份了啊！好，挂了。你这给我夸的，不得不说，最正确的 pick， 那就是最成功的投资。你也知道他吗？虽然家里已经有我这么个北大体育生了，但也可以再多一个。所以我做足了功课，给我弟弟选了这个皇家美素佳儿望悦儿童奶粉，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喝，含有近6倍高活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 DHA， 实力强护。我妈都说选的太对了啊！是这个望悦啊，给我看看。最成功的投资还是我这投资未来的眼光。好嘞，我们请王悦先来到休息区。王悦的对手今年第一次来到喜丹的舞台，上一轮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草原特色的解压技巧。这次他又带来了草原上的什么呢？掌声有请海宇。嗨，朋友们晚上好，我叫海宇，感谢大家。很多朋友都不认识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名字叫海宇来自4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各位听过这个地方吗？
感谢，我需要强调一下，小时候我们的藏区确实教育条件很差，当然现在变好了。但小时候呢，我们有国家政策的扶持，你像我当年高考就有加分政策，我很幸运，给我加了50分。感谢感谢，当时就考上了一个大专。我能从你们的笑声中感觉到2个字：浪费。我自己也很崩溃，因为我不加也能上的。我知道这一切很丢脸，但不怕大家笑话我，我真的，我上了大专才意识到这很丢脸。因为在我遥远的甘孜藏区老家，我有6个最好的藏族兄弟，我们都加了50分，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专，他们连大专都没考上。你说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怎么可能怀疑自己是学渣？你只会觉得自己是文曲星下凡。除非那天我们7个兄弟一块看的，我作为我们7个兄弟里面唯一的一个状元，被他们围在中间，轮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他们看我的表情都有光，眼神充满崇拜，说海宇，你是天才，你太聪明了。他们夸我那个话我都听不懂。你这个知识文化水平，海宇真的，你放在古代。怎么着你都算一个文人黑客。我说古代应该是没有黑客。接着夸说海宇，但是你很聪明啊，你这么多年成绩一直很好，我一直很想问你，哎，你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呀？我听进去了。读大专第1天，3个室友把我围在中间，什么你加了50分，就来这儿啊？你平时是怎么学习的？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当时围着我就开始讨论一个话题，叫“假如把这50分加给我”。我心想，你都假如了，你假如个大的好不好啊？给你加满算了，750分怎么样啊？别人高考像赛跑，你高考直接开始开车，开到加油站还问你，哎，你加98还是95？你说我加985。我本来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平庸了，所以当时读完3年大专以后，我准备开始全职讲笑话。我那6个藏族发小知道了以后极力反对，说海宇，你这样对得起你学过的知识吗？你一个学霸，就应该回老家教书。他们说，钱学森注定是要研究导弹的，帽子扣得太大了。我想，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更要讲脱口秀了，因为我跟钱学森一样，我们都是为了炸。然后他们建议我去考公务员，说我这么聪明，原话说海宇，你去考，北京的可能有一点点困难，但咱们生活的城市成都随便考。我又听进去了。当年去考试，说实话那些题我一道题我都看不懂，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自信。每次只要一思考，脑袋里面就会传来一个声音：小天才。啊，不对，6个声音。阿卡贝拉环绕式的夸我。结果当然是没有考上，我还好能接受。6个藏族发小崩溃了，说可恶，竟然连你也做不到吗？太中二了。我说我考的公务员还是2次元啊？他们说可惜了，海宇，早知道你就应该报考甘孜州的。
考咱们甘孜州你肯定考上。我报的就是甘孜州的。他们真心为我感到遗憾，在我们7个人的微信群发一条消息，真的我都羞耻。发的原话说：“草原雄鹰跌落神坛。”我知道自己飞不起来，因为当时我在一个211学校打篮球，认识一帮好朋友，我已经开始产生那种被比较的学历焦虑。他们人很好，他们以为我也是他们学校的，跟我说的话越真诚越伤害我。韩语好焦虑，你知不知道？大学这4年，哎呀，我跟你说嘛，真的这4年，哎呀，你都想象不到我大学这4年，一直强调4年。我一个大专生，我本来就敏感，但我真的很自卑，不好意思承认，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他说，我说，哎，对呀，我也过得浑浑噩噩的，我感觉就过了3年。没想到他们还把这个话茬往下接，说对呀，海宇，你说咱们这4年什么都没学到，不如去对面读那个大专呢。我有点敏感，我感觉他们在点我，因为他们说，哎，听说了吗，海宇，对面大专有一个学生，听说是加分才考上的。老家也很特别，说他来自甘孜，就是在点我，因为他们第3个问题，你老家哪里的？我这个人面对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就会本能的开始装傻。他们当时问我，海宇，你老家哪里的？我说哪里。你们能听出来，我想讲的就是每个人都很优秀，马上相对的。就看你处在哪个环境。我把这个发现命名为高原相对论。我属于是甘孜州爱因斯坦，因为我身边的藏族发小就很简单，其中一个，他身上有那种简单的力量，他从8岁开始他就决定好，他这辈子一定要当一个网管，又能打游戏又能赚钱。他说网管非常轻松，不管多刁钻的问题，2句话直接解决。重新启动一下，换一台不就好了？不要小看，我最近也在比赛，我很焦虑，我害怕被淘汰。他的网管思维就可以治愈我，说海宇没事儿，大不了咱们明年重新试一试，实在不行换一个平台。我喜欢，简单，不像我211打球认识那个朋友，复杂。他跟我说他从小就很焦虑，他爸妈给他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然后跟他说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说你学的什么？他说马术、攀岩。怎么说呢？我们过着一样的童年，而且我们那边的起跑线不收费。他说什么老师这么好不收费？大自然。他不认可，跟我说怎么可能呢？你这说的太乌托邦了，难道你就不焦虑吗？啊，不内卷吗？不焦虑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反正据我观察，焦虑的人喜欢去我们那儿，对吧？好像被比较怎么都逃不开，你怎么都会焦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的人跟我一样，也经常感觉自己在大城市像一只笨鸟，你就先飞，先飞到成都。因为直飞到不了，然后你租个车，自驾318，终点目的地你就设置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仙水东路6号3楼尼洽网咖。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们那边有6个神医。你到那什么都不用做，看着他们自信一点，说出一句话就可以：老子没加分，上了本科。6个神医直接簇拥上来，围着你。新的雄鹰出现了。
谢谢你们，我是海宇，谢谢。谢谢海宇。3、2、1，请锁票。恭喜草原雄鹰。您是少数民族，您是藏族是吧？对，我算是半藏半汉。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我应该只有1/4的藏族血统，因为我爸也是半藏半汉，我妈妈是一个汉族。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我从小是在藏区长大。我特好奇，您小的时候一般是说汉语，说藏语还是？其实基本上我们那边基本上就是汉语环境多一点。现在少数民族语言的话，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方言交流，并不是说大家日常就都会用藏语交流，比较少。其实我感觉这个海宇，就是他的表演有他自己的一个魅力哈，就是他游走在想要笑场和控制笑场的那个中间。他明明说的是自己的事儿，让我总感觉他在说别人，你知道吗？就有种幸灾乐祸自己的那个感觉，这个挺难的。对，这是一种设计，表演的设计。包括你的文本也是，文本我也很喜欢，就是好细呀，就光一个分儿你就没完没了，但是我还爱看，就是我说怎么还在说分儿，但是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你知道吗？海宇的表演总有一种这事儿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明显又是在自嘲，确实是很不一样的表演。他就消解这种焦虑，他半乐半不乐的那意思，这事儿是我不是我，没事，接着说了。谢谢老师。但是我想说一句，就是这个段子是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我那6个兄弟没有那么傻，需要解释一下。他们是上了大专的，哦，只是我的大专是最好的一个。我刚想说，我好想认识他们的6个兄弟，太会鼓励人了。你会觉得在他们身边一定会被满满的爱意和鼓励包围着的，所以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是这样的，是吧？对，他们是这样的表达方式，只是我有点写的把他们写的有点傻。不过这点你也可以放心，但凡脱口秀演员身边的朋友哪一个落好了，基本上也都这样。我记得第1轮的时候，应该是最高分吧，218就是他。是的，海宇和刚刚的帆不凡还有黑灯贡献出了我们第1轮可能最精彩的一场3人对决。一开始我记得黑灯上来的时候已经就给炸得翻的了，翻上来以后又真的是翻了个番儿，然后我的天哪，说这2个在前面，然后他最后上来又是个新人，对，他上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觉得可怜，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太难了，结果我的天哪，我觉得你不仅仅是一个雄鹰一样的男人，你还是个黑马。谢谢老师，感谢，谢谢海宇，谢谢，又顶住了，顶住了，谢谢大家，谢谢。他们6个就是都是很简单的人，都是不复杂的人，都是很纯粹的人。我如果把他们6个人的名字全说出来，会非常像在背绕口令，分别是洛荣宾巴、泽仁多吉、泽荣扎西、高中泽荣、仁兹翁修、泽荣降泽。来吧，这个叫泽仁多吉，这个叫洛荣宾巴。他段子全是偷我的，本来我才应该是那个说脱口秀的海宇。半夜12点左右，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以前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灵感不够，我就找他们就好。呆瓜，弱不平衡，经常被人欺负。知道为什么我要走出大山了吧？在我们没有成年之前，我们就戴着帽子一起去爬我们家乡的一个山，叫独山。这个包有点重，你背一会儿；那个包太重，你背一会儿。啥也不想，非常的非主流，但是非常开心，是很开心的一个回忆。觉得这边搞真的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不用去，一定要去比较。虽然比较这个东西大家都逃不掉，但是一定有一些好朋友，一定有一些友谊是可以治愈这种比较的焦虑的。希望大家少一点对于这种被比较的焦虑吧。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着很多简单的人，在因为一些简单的事情而感到快乐。我们把王越也请回舞台中央。这一轮无论是各种角度，可以算得上是强对话了。气氛组毫无疑问4票满分，那现场的观众会给出怎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你也是魏阳，他俩有可能都上200。出现了这一
一赛段第一次同时晋级，恭喜王悦，恭喜韩宇。太牛了！哎呀，太牛了！哎呀，上晋级了，太牛了！至少在第3赛段开始之前，对吧？这个二郎腿就不放下去了，二郎腿就翘起来了。我跟你说，我是在台侧看到海宇吗？我又一次看到了这个人那种真劲扎在喜兰的舞台上那种感觉。就是虽然他讲的段子的那个气氛在往上涨，但是好像那一刻我看到他脚下的那种根在往下伸，哇，我还是很震撼，真的。其实我是没自信的，谢谢王悦愿意让我在他后边演，他把选择权给到我，其实是对我无限的尊重和包容。海宇今年这个来时路，我应该也是非常非常有感受的。我上台之前还跟海宇说过一句话，就是这是你最后一次讲你的这篇稿子了，你就把它当作是你的告别演出。然后海宇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其实印象很深，很小声的说了一句：“对啊，对啊，好不容易才来的。”应该每一个从线下走到线上的演员，都会有这种啊，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样的舞台的啊，大家就拼了好久，其实都是为了这一刻吧，我感觉。王悦跟海宇这场精彩的对决，也是我们这一期上半场的最后一组对决。刘洋、刘仁成这也看了一场，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幸亏没参赛，还好跑得快。没参赛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干嘛呢？我们的专场是在全国火热实验，让这帮优秀的演员在这儿相互的拼搏，咱们占据剧场，千万别给他们留档期。没问题，快把这两个臭不要脸的给我挂掉。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确实今年的新人朋友们他们都顶住了压力。从第一个多多、咸鱼，包括海宇，包括季鹏，他们都是新人嘛，虽然他们可能上过节目，但大家都把他们忘了。就表得非常好，真的非常开心，尤其是多多跟咸鱼这2组。你又看好人家？我看好教主的专场卖票。不许你看！爱情。